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1月14日下午的16点36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我们还是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表现啊，道指还没有开盘，但是它的盘前合约已经有所动作。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啊，今天出现了一个小幅的震荡，震荡过程当中呢，比特币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啊。但是这一轮震荡呢，我们看到行情当中，对于道指来说啊，正在走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这个上涨西游呢，已经走到了尽头。我们在行情当中看到了啊，悟空阳线组、八戒阳线组、沙僧阳线组和唐僧阳线组已经完全走了出来。那么在 K 线西游战法当中啊，有这个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这个理论因素在这里面，所以呢，我们看到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很容易走出一个对称性的时间级别切换的反方向的一个下跌西游会走出来啊。那么这个时间级别呢，我们判断为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呢，美股道指这个位置出现一个压力位啊，我画了出来。这个位置呢是一个筹码密集区，在筹码密集区和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两重因素的影响下呢，那么本周道指容易出现一个持续的下跌过程。同时呢，我们看到本轮行情在美股道指出现了36952之后呢，它走出了2轮半的下跌西游。那这2轮半的下跌西游呢，奠定了美股的一个下跌的趋势。那在下跌趋势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周线级别的反弹和对称性的周线下跌，然后再次的周线的反弹啊。几乎每一次的调整动作都是以周线为级别的，并且呢，这一轮反弹我们是给了一定预期的。我们认为到达行情这个位置之后啊，低点这个位置之后，出现了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容易走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反弹。那么在反弹过程当中呢，美国公布了一个 CPI 数据啊，一个非农数据，让底部形成了一个 W 型底。那在反弹过程当中呢，美国公布了一个加息75个基点的预期。那在75个基点加息预期的情况下呢，美股发生了下跌啊，跌到169均线之后，美国重新公布了一个加息趋势放缓的一个鸽派的声音，让美股出现了反弹，并且这轮反弹过程当中，美国有10月份 CPI 数据的公布啊，这个 CPI 数据公布是好于预期的、高于预期的，所以呢，美股的反弹得以了继续。那在这轮反弹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已经完成，说明它的反弹已经接近尾声。在接近尾声并且遇阻于压力位的条件下，行情在本周以后啊，继续它之前的下跌过程是大概率发生的事情。那么我们看到了美股今天在白天的时候啊，出现了分时上的快速下行之后啊，快速上拉，证明它的多空2个方面是不稳定的啊。我们看到目前上拉动作已经基本上完成啊，已经开始回打下来啊。美股的盘前合约出现这种动作呢，影响了比特币啊，在本轮下跌到一定位置的时候出现了反弹。那么我们回到比特币的行情上来，在这个位置上呢，我们在前面2天行情当中给出了一个小日线的K 线结构。这个小日线 K 线结构呢，为什么要给这么小时间级别的 K 线结构呢？原因就是行情在大的时间周期上处在一个下跌趋势当中。那这个下跌趋势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在之前2个月的行情分析当中给出了要跌破18500美金，并且怎么跌破的我都给了出来啊。最终的行情按照我们给到的一个结构啊，最终展示出来啊，展示了出来，行情呢都是历史的延续，都是历史的错位重复啊。所以呢，在这轮行情当中，我们精准的给出了下跌趋势怎么样走下来的一个方案啊。怎么样走下来的呢？首先我们看到了3万美金到达3万美金之后行情在这里面持续震荡，形成结构。3万点跌到17605之后形成了第一次的波谷位置。第一次波谷位置反弹之后43%，然后下跌回来，下跌到18500之后再次形成第2次波谷，然后反弹23%，然后再次回打下来。回打下来之后，行情出现了连续1个月的横盘震荡。在1个月的横盘震荡期间，我提出了横有多长，竖有多高，最终呢它的反弹达到了18%。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一轮行情它的3次反弹是逐渐减弱的，它的反弹力度是逐渐减弱的。首先是
43%啊，第二轮是23%，第三轮18%啊，18%是从插针的这个位置上算啊，到高点的这个位置上啊，顶到高点之后，我们发现啊，压力重重。首先是5月份波峰连线构成了一个压力，再次是169均线在这里构成压力，所以呢，我们最终给出的反弹的目标点位是21,500美金啊，最终我们仅差1/1000的误差啊，也就是21470高点是在21470这里已经非常接近我们给出的这个21,500点这个位置上，然后下杀之后它构成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下杀。首先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快速下跌，振幅达到18%，最大跌幅呢是9.95%这么大的跌幅呢，构成了一根下杀式的阴线这里在第4次波谷的这个里发生了跌破了我们之前给出的18500到19000美金这个区间，跌破之后，第二天紧接着一个接力式的14%的快速下杀，构成了什么呢？构成了8阶阴线。那么在急跌之后，行情会有所修复，但是它的修复时间级别缩短之前我们看到了3万点到17665，这是一个日线级别的修复过程，修复时间长达3个月从6月份一直修复到11月，11月开始跌破之后，行情节奏会加快。所以呢，我们分析的时间级别要切换到小日线级别小日线级别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今天到达接近前低的位置15588这里快速上拉。我们之前就给出了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呢是在昨天给出了，画了4个圈，很多人不理解，这4个圈就是未来以后行情当中大概率可能运行的一个底部位置。那么这个底部位置呢，我认为还要经历4次我们看这一轮行情在日线级别上呢，高点牛市行情的高点这里面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4次波谷，第二轮跌破之后3万到17665这里面日线级别形成了4次等位置波谷。那么根据我们分型的原理，也就是小日线级别同日线级别它是一个分型的结构上非常类似，但是时间级别要切换回来。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给出的一个说法就是这里面在小日线级别上同样可能会在16000点形成4次4次等位置波谷。最后呢，按照这个江恩的4次等位置法则，等位置波谷出现之后呢，会出现新低所以呢，这个位置大概率是这样走同时呢，今天的这块的反弹带给了我们一个新的验证就是我们看到了波峰连线这里面已经出现了，波谷连线呢，我们找到了2个点也基本上能够出现。那么行情出现4次等位置波谷之后，在近焦点位置上发生跌破的概率就非常大了。同时观察时间点，我们现在的时间是北京时间2022年11月14日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这是一个快速下杀的一个月份。我认为在这个月的行情里面会不断的创出新低，最终呢走出什么呢？最终走出我们这轮行情的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同时这个下跌西游时间级别放大之后会走出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一旦出现会到达我们给出的一个目标点位10500 10500附近。那么在当前行情当中它是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日线级别的下跌趋势当中，所以呢，依然要保持做空的趋势，同时呢，要找到一个合理的做空的位置。这个位置怎么找呢？我们刚才给出的一个分析的时间级别是小日线级别，所以呢，在小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第一重压力位17000美金第二重压力位是小日线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同时构成的3座大山。那这个3座大山呢是小日线级别的。我们刚才解释了为什么要观察小日线级别，因为行情在这里面从宏观走势的日线级别已经切换到小日线级别，所以呢，我们目前观测的是小日线级别。那么小日线级别多重压力位三座大山是从17000点到18000美金
这样的一个区间。那么上方肯定是还有压力位，上方的压力位呢，我们不奢望它能到达这个点位是19000美金这个位置上，不奢望能够到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本轮行情的起跌点，我们要记住这个起跌的位置，起爆的位置就是在19000美金，19000跌到15588这一轮行情它的一个下跌区间是19000到15588，15588上面的我们不做计较因为上面是震荡行情，跌破19000之后，行情开始出现急跌，所以呢，行情当中回补的缺口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区间因此呢，我们看行情一定要把这个时间级别来回切换的去看，从宏观到微观，切换之后呢，你就能找准你们需要介入的一个点位。那在这样的观察角度、观察时间级别的情况下呢，我们判断趋势下行趋势点位呢，大概是在17000点到18000点这个点位呢是回补这个缺口19000美金到15588这个缺口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目前已经在小线级别呢形成了第一次回补16%，那么第二次回补呢，它可能到这里边结束了，也可能没结束。那么它的回补的力度大概是在10%几左右。那么第三次回补呢，我们认为是在8%、9%这样。3次回补缺口之后，必然在行情当中形成4次等位置波谷。等位置波谷形成之后在小日线形成等位置波谷形成之后还要继续下跌。目标点位10500没有改变。所以呢，这轮行情当中要做到哪些点呢？要做到坚持自己的方向，找到行情当中合理的布局位置，同时呢，布局的你的仓位每一个仓位设置止损把握这几点，很容易在趋势上获利这轮行情之前呢，我们在上轮行情当中，在这个收敛三角形当中找的点位非常精准误差只有1/1000。那再往上推，红色这个三角形当中也是同样在4万点美金附近，我们就给出了一个目标点位10500最终呢，它跌破这个三角形，形成4次波谷之后，跌破三角形，每轮行情非常雷同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分形结构当中，你理解的分形当中结构当中赚比特币趋势上的钱非常容易，非常简单。那么我们看一下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在这个交易对当中呢，我们看到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在4小时级别上构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白色的收敛三角形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跌破，跌破之后到 0.06 附近这个位置上遇到了支撑，这个支撑是日线级别波峰连线，本轮行情当中波峰连线通过焦点之后延长线的这个位置上形成了支撑，支撑位发生反弹，构成了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一个加速上行这是一个笔直的加速上行。但是行情走到这里面呢，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和小日线级别这个位置上存在一个压力位，这个压力位呢是从10月30日左右波峰连线连过来的，所以呢，目前反弹到压力位这里面，以太坊的上行动能就出现不足的情况。同时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以太坊本轮行情已经出现了周线级别的以太坊对比特币交易对上的一个周线级别的悟空阴线，那么下面就有8阶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的一个预期。在这种预期的前提下，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很快会出现快速回落，最终呢平行于6月份的这轮下跌。所以呢，未来行情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它是弱势的。回到以太坊本身的结构上来，我们看日线级别上它在行情当中通过横盘震荡呢，通过了波峰连线形成的这个弧形结构，通过之后行情发生反弹动作，反弹动作依次突破了5月份波峰连线红色线的这个波峰连线，然后通过了144日均线，通过了169日均线，到达1700美金附近之后，我们看到行情当中最高点4877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压力，所以呢，在1700附近发生了下跌，下跌过程当中打到了这个行情当中非常重要的从8800这个位置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支撑位上来所以呢，行情出现了反弹。但是在反弹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这2个红色线形成的结构依然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呢，行情目前重要的一个压力位，我们看到是在1300美金日线级别我们分析结束之后，我们看一下微观的行情。那在微观行情当中特别是在小日线级别当中，我们看到了本轮它出现了一个第4的
波谷的这个位置，同时发生反弹之后缓缓下跌，不断接近这个低点1100点美金附近，接近之后发生反弹，反弹之后我们看到小日线级别这里面存在144均线，上方169均线，所以呢它的反弹没有什么持续性，反弹呢只是为了回补1600美金到1100美金附近的这一个重要的缺口。那么第一轮反弹已经结束，第二轮反弹接近尾声，逐渐的它会形成一个收敛动作，最终呢在收敛震荡完成之后继续下跌。那么在周线级别上呢，我们看到周线级别上以太坊已经出现了悟空阴线、8戒阴线组，那么下方就有沙僧阴线、唐僧阴线，最终呢它会在这个下跌的走势上出现平行于5月份的下跌结构如果一旦出现平行式下跌，我们给出的以太坊的目标点位是在260美金附近。那么对于 FTT 还是要说一下FTT 目前形成的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形成的这个收敛结构，在这个第一个区间上我们看到第一个震荡区间我们是有仓位的，有仓位的同时我们等待这个接近交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反弹，我们赚这个反弹上的钱，赚这个浪子回头的币种的钱就是它已经基本上归零，跌幅达到95%以上，基本归零之后它的反弹的一个利润。但是在结构上我们看到近交点没有发生反弹，那么我们在下方这个区间就要补充第二个仓位，那么耐心等待它从这个象限的右侧重新上涨回来。那么我们要把这个位置呢设置一个止损位止损位你可以设置在1.4美金附近设置在这里之后，期待它有一个这个方向的上的反弹。那么现货你一定要这样做把它分成象限。第一个象限呢是震荡区间，震荡区间会形成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布局第一个仓位，然后跌下来之后布局第二个仓位，第二个仓位布局之后，如果行情发生反弹，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减掉第二个仓位二减，然后再次反弹的话，再次上行的话，我们逐渐减掉第一个仓位的成本最终呢用零成本赚行情当中它反弹过程当中的利润当然了 FTT 目前很多爆雷的动作目前已经退市了，已经破产了，不能交易也不能提币那我们为何还要布局它呢？因为它有重组的希望，有被人收购的希望，有重新开盘的一个希望。所以呢在熊市末期，对于这种暴雷的币种有一点仓位，有仓位的同时呢，你和行情就有了关系，有关系之后行情发动这个消息面利好，发动这个盘面上的利好，你才能赚到它所能带给你的利润。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关注一下 DYDX 因为在 CeFi这个中心化交易所很多暴雷之后 DeFi 的交易所特别像 DYDX 这种DeFi 的合约交易所会有表现的机会。那么它的表现机会你怎么抓住呢？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它出现了一个悟空阳线、8戒阳线，悟空阳线、8戒阳线出现之后后面行情上涨之后可能会出现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有了这样的预期的前提下，把时间级别调低调小到小日线级别和4小级别，调到小日线级别，我们看到它的一个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我们看到波峰连线可以画出来，波谷连线我们无法画出来，无法画出来的情况下，它很容易走出什么结构呢？很容易最终它的上涨会有一定的持续性所以呢在介入的同时，我们把止损位设置在2美金附近，期待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息油，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出一定的止损并且在小日线级别这里面呢，我们会看到行情逐渐的它走出了一个结构，横盘的结构，证明它正在调整。这个结构呢还没有完全走出来，所以呢我们不太好画出来它的一个收敛焦点。那么在当前时间点，我们可能画出来的这个收敛结构当中大概时间是在11月15日左右11月15日前后在明天的下午3点之前可能会发生一个变盘动作也就是行情当中的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可能会发生变盘动作。那么热点在这里面我们看到量能在这里面已经产生产生之后量价齐升的情况下在结构上在小线级别的结构上在这个左侧交易的同时布局一个仓位的话很有可能在其中获利当然了，布局的同时你也一定要设置止损
啊，保住本金的前提之下啊，最终获得趋势上的利润。在行情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伤害自己的同时啊，也不能伤害别人。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淘宝网、当当网上购买我的这本同名书籍。同时，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